月儿酒后献吻，将小舅子揍成重伤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金灵。本期我们接着来讲间谍过家家的故事。在小舅子的要求下，老艾德和月儿必须亲个嘴才能证明夫妻身份。为了任务能继续下去，老艾德豁出去了。但突如其来的索吻让月儿大惊失色，脸上一片红晕，只觉得心脏都快跳出来了，脑子里也开始胡思乱想。听说初吻是柠檬味的，感觉跟刚才吃的腌菜有点搭哎。这糊涂的想法一出现，月儿就知道自己脑子快烧糊了。眼瞅着已经逼近眼前的老艾德，月儿突然大喊道：“等一下！”说着就拿起了桌上的酒猛灌了起来，那模样和他弟简直一模一样。亲吻这种难为情的事情，月儿自知他在清醒的状态下是不可能办到的，但喝了酒之后就不好说了。见月儿逐渐开始神色模糊，老艾德小声关心道：“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不用勉强了。”但月儿却回应道：“不，这么做也是为了他自己。”你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呢？到底行不行啊？要是不行的话……尤里话音未落，就险些被一叉子爆头。只见月儿口齿不清地说道：“你给我闭嘴！接下来就让你见识我们的恩爱。”说罢，竟主动凑近了老艾德，霸道的让他闭好眼睛，准备亲亲了。尤里瞬间惊慌失措，老艾德也心跳加速。但既然月儿都这么说了，老艾德只得乖乖闭上了眼睛，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亲吻。嘴上催得慌，但真的到了这一刻，尤里还是有些受不了。一想到从前的姐姐在得知自己考试拿了第1名后，都会奖励他一个爱的亲亲，还记得他告诉姐姐，等他长大以后要跟姐姐结婚。姐姐笑得很开心，说她不会嫁人，要一直等着尤里长大去娶她呢。虽然是儿时懵懂无知的爱，但这一刻尤里的眼泪夺眶而出。果然他还是无法接受姐姐在自己面前亲吻别人。可就在尤里冲上前去准备阻止时，月儿也打起了退堂鼓，在酒精的驱使下一声怒吼，果然还是办不到啊，就一巴掌呼向了老艾德。还好老艾德反应迅速躲开了，但屋里的阿娘都被大动静吵醒了，还以为是炸弹爆炸了，下一秒就又倒头睡了过去。战场中央的硝烟里，等月儿反应过来时，尤里已经是头破血流的状态了。但似乎这一巴掌也让他明白了，姐姐，我知道了，以前这么抗拒想要阻止你们亲嘴的我，看来你是真的很想和那家伙亲亲我呢。一旁的老艾德让尤里别说了，先去止血吧。可谁料他又说了句：“老艾德是吧？姐姐的香唇就暂时交给你了。”说什么呢你？尤里一脸不爽的冲老艾德表示，这次就先放过他了。看着头上还在飙血的尤里，老艾德不禁感叹，果然这次月儿家是很常见的事吗？摇摇晃晃的姐姐还在关心着东倒西歪的弟弟，虽然过程有些曲折，但姐弟俩的互相扶持，看在老艾德眼里多少有些羡慕。但下一秒就扶住了即将歪倒的姐弟俩。尤里恶狠狠地说道：“你在笑什么？我的丑态有那么好笑吗？”老艾德笑着解释道：“只是觉得你们姐弟俩关系真好，你们就是这样互相扶持着走下来的吧。”尤里，谢谢你保护月儿小姐之前，一路走来，想必也历经千辛万苦。呵呵，今后我也会竭尽所能支持她的，就让我们一块给月儿小姐幸福吧。从未有人像老艾德这般理解他，并且还声称要和他一块照顾姐姐。尤里有些动摇了，但还是甩开了老艾德，呵斥道：“谁稀罕要你帮忙呀？”气哄哄的就要回去了。老艾德依旧挂着微笑，表示随时欢迎再来玩，还有下次请务必挑个小女醒着的时候来哦。月儿也笑着表示，阿娘非常可爱，改天可一定要来陪她玩呀。尤里是越听越难受，指着老艾德表示：“不用你说，我也会再来的。下一次我肯定会找出你欺骗我姐姐的证据。还有，你要是敢让我姐掉一滴眼泪，我一定会把你就是那个啥。总之你给我记好了。”说罢，尤里就火速跑走了。老艾德脸色也瞬间垮掉，似乎刚才尤里想说的是处决来着，还是小心点为好。这场荒唐的闹剧终于结束了。月儿负责清洗碗筷，老艾德则收拾客厅，顺便仔细检查了一下有没有被安装窃听器，毕竟是秘密警察，这种事绝对是干得出来的。这时稍微酒醒了的月儿向老艾德表示了感谢，尤里今天那么势利都愿意接纳他。老艾德笑着说道：“哪里的话，看得出来尤里很爱你这个姐姐呢。我除了阿娘外，没有其他可以依靠的家人，所以有些羡慕你们呢。当然女儿也是假的，这句话被他藏在了心里。不管怎么说，伪装夫妻的事没有穿帮，也可以放心了。”月儿也表示：“是啊，心里大石头一落下，就有些犯困了。我们准备去休息吧。”老艾德赶紧表示还是恢复原样，分开睡吧。月儿尴尬的点了点头。就这样，屋子里终于清静了。阿娘睡得跟死猪一样，嘴里还在嘟囔着父亲会去阻止炸弹爆炸。刚进入梦乡的月儿嘴里也在嘟囔着：“听话，尤里，你要是动手打老艾德先生的话，姐姐就要生气了哦。”而老艾德经过了今天的闹剧，还在床边看着纪念漫画，回想起姐弟俩互相搀扶的身影，已经记不清上一次羡慕他人是在什么时候了。唉，睡吧，一定是我太累了，明天还要继续执行任务呢。而此刻，楼下大马路上，尤里颤颤巍巍的正询问路人车站怎么走，却被人告知你还是先去医院看看比较好吧。好了，到这里就是《间谍过家家》任务13的全部内容了。下期预告：国家保安局调查约尔，夫妻俩重归于好。那么喜欢本期视频呢，别忘关注和订阅哦，该系列会持续更新，你的点赞越多，速度越快。那么我是麒麟，那我们下期再见。